寒山拾得的故事。唐代拾得大师为普贤菩萨的化身，他是天台山国清寺风干禅师在山道旁捡回来的，所以叫拾得。拾得在国清寺安住下来，长大以后上座就让他担任行堂天饭的工作。时间久了，拾得也交了不少道友，尤其为与名叫寒山的贫子相交最为莫逆。因为寒山贫困，拾得就把斋堂里吃剩的渣子用一个竹筒装起来，给寒山带回去吃。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，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寒山问拾得说，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，欺负我，侮辱我，嗤笑我，轻视我，比见我，恶厌我，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拾得回答道，你不妨忍住他，谦让他，任由他，避开他，耐烦他，尊敬他，不要理会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寒山再问道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处事秘诀可以躲避别人恶意的纠缠呢？拾得回答道，弥勒菩萨寄语说，老拙穿破袄，但犯腹中宝，补破好遮寒，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有人拖老拙，随他自前了，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。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，若知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？人若心不弱，人贫道不贫，一心要修行，常在道中伴。如果能够体会偈中的精神，那就是无上的处世秘诀。当时台州木驴丘应问风干禅师何方有真身菩萨，告以寒山拾得。应至礼拜，二人大笑曰，风干饶舌弥陀不识。意思是说，风干乃弥陀化身，悉世人不识。说后二人隐身岩中，人不复见。因遣人录其二人散题石壁间诗迹，今行于世。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，人生的修行贵在修心，以不动之心面对人生各种境遇。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里的破旧寺院，也不是在香火旺盛的庙宇里，它不能脱离社会的本质与现实。佛法不离世间，将佛法融入生活与工作中，这才是修行。将佛法融入生活与工作中，这才是修行。有人修行多年，每天日复一日的打坐诵经礼佛，可是自身的习气和心态同从前如出一辙，没有任何改变。这样的修行并不是真正的修行。真正的修行修的是一颗心。修行古诗竹石，正瀉清代，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无义无弊，无故无我。古人说，心若不动，万事从容。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，凡事都在人的心里。竹石，一个人内心足够强大，无论外界发生什么，都能从容应对。而强大的内心需要一点点去修行。格言联必有言，闹时练心，静时养心，坐时守心，行时验心，言时省心，动时治心。做到这6点，人生才能内心强大，无往不利。闹时练心，王阳明说，越是艰难处，越是修心时，面对的环境越是糟糕，越要守住内心静，转心不转，这是练心之道。王阳明24岁的时候，他参加会试又一次落榜，其他考生发现自己没考上，就开始嚎啕大哭，只有王阳明面无表情。大家还以为他太过伤心了，便都来安慰他，帮他打开心结。但王阳明却微微一笑说，你们认为落榜是耻辱，我却认为落榜动心才是最耻辱的。那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淡然呢？王阳明曾说，人须在世上磨，方能立得住，方能静亦定，动亦定。艰难困苦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。向内寻求定力，一个人才能真正强大起来。静时养心，古人云，养心贵以静，淡泊以育性。一个人只有保持安静，才能放松自己，淡泊从容。苏轼被贬黄州，为自己建了一座草堂，他请人将草堂四壁绘满雪花，称之为雪堂。
外界复杂纷扰，雪堂却独守一份简单。闲来无事，苏轼便静坐其中，独自面对四面雪白，内心平静而丰盈。现代人忙忙碌碌，没有一刻安闲，疲惫的心灵时刻紧绷，迟早会有崩断的一天。安静下来，一个人才有时间去沉淀，去反思，去升华。古人说，静能生慧，只有安静下来，才能拥有一份应对复杂的智慧。只有心灵安静下来，才有了关照万物的可能。只有安静下来，才能拥有一份应对复杂的智慧。只有心灵安静下来，才有了关照万物的可能。只有安静下来，才能拥有一份应对复杂的智慧。只有心灵安静下来，才有了关照万物的可能。坐时守心。古人认为，独处可以神不着，默坐可以心不着。一个人在自己独处的时候，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清明，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守住内心的准则，守住人生的底线，行时验心。古人说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苏轼小时候立志成为范滂那样真诚正直的人，长大之后，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乡野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。哪怕被贬千里流浪一生，他依然不站队，不结党，始终保持一份真诚与善良。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，时刻检醒自己，提点自己，想想当初为何启程。不要忘记初心，不要偏离航向。人生只有一次，生命无法重来，必要活出自己的模样，严时省心。老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一个人话越多，招致祸患的几率也就越大。清代咸丰皇帝下令百官谏言献策，曾国藩二话不说上了一份奏折，毫不客气地指责皇帝3个错误。咸丰皇帝很生气，当场就要拿他开刀。幸亏有人替曾国藩说好话，他才免了一场牢狱之灾。经历这次事件后，曾国藩说话越来越谨慎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给别人留把柄。每天回家，曾国藩都把自己的言行记录在日记里，反思自己，改正自己行事不可任心说话，不可任口。一个人说话之前，一定要注意在脑子里先过一遍。能说不是本事，懂得慎言，适时沉默，才是保身善身之法。动时治心。孔子说，无义无弊无故无我。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从道不从己，不凭空揣测，不自以为是，凡事客观理性，恪守规律。曹操宠爱曹植，但他却选择了曹丕作为继承人。曹植浪漫多情，文采斐然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诗人。曹丕勤恳务实，政务娴熟，是个出色的政治家。所以纵然强悍如曹操，最终也选择放弃心爱的曹植，把江山事业交给了曹丕。古人说，恶不去善，就是说不能以个人好恶论是非定行止。喜欢的人或者是不一定是最适合的，千万不要被情绪迷失理智，克制自己肆意妄为的心，按规律办事，才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贵在修心。一个人唯有内心丰盈坚定，安静澄澈，才能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。修好这颗心，安好这条命，才能活好这一生。其实修行与生活工作可以很好的并存，不会相互矛盾而取舍谁。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具有佛性的，只是因为了生活到处奔波，陷入忙碌的事物，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自我，忘记了最珍贵的东西是在自己的心中。真正的修行是修心，是修正自己，修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，慈悲众生，不求回报，才是修行的真谛。与朋友们共勉。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